各位颐养晚年的老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李素琴。今天这期视频关系到您家存折上一个可能被遗忘的数字5万、10万，甚至更多。这笔钱不是您每月领的养老金，而是一个您可能根本不知道的隐藏账户。这是要从我邻居张大姐说起。她今年67，退休后日子过得紧巴巴。上个月她跟我诉苦，说光靠养老金生活越来越难。我问她，您年轻时单位交的社保查过吗？除了现在领的钱，还有没有别的账户？张大姐愣住了，说厂子早没了，哪还有什么钱？结果我陪她去社保局一查，才发现她年轻时工作的厂确实交过一段养老保险，加上她自己后来交的部分，由于信息没合并，这笔钱在一个旧账户里躺了整整20年，一分未动，加上利息，你们猜多少？18万7。张大姐当场就哭了，这是她后半辈子的底气啊！您是不是也有类似经历？年轻时换过工作，交过社保却断了，或者户口迁来迁去，自己都记不清了。您以为退休就该拿那份固定的钱，但在社保系统某个角落，可能就躺着一个属于您却毫不知情的隐藏账户，里面的钱加上多年利息，正等着您去认领。今天我就为您揭开这个秘密。在开始之前，如果你觉得程序的分享实在，能给你提个醒，那我可得跟你求个支持了。动动手指，给咱们颐养晚年点个关注，再按一下那个点赞按钮。你的每次点赞和关注，都是我坚持琢磨这些政策，给大家做干货分享的最大动力。下面我们进入正题。咱们很多朋友，特别是像张大姐这个年纪的，职业生涯都非常曲折。有的以前在国营厂矿、集体企业干过，那时候叫固定工，单位给交劳保，后来企业改制、倒闭、下岗，这段工龄和缴费记录，如果后来没有妥善衔接，可能就悬在了半空。有的朋友是农转非，从农村户口转到城镇户口，以前交的新农保和后来交的城居保，如果没有合并，也会形成独立的账户。还有的朋友年轻时候四处打工，每个地方都交了社保，但每个地方都不够15年，退休后就在一个地方领了钱，以为别的账户会自动转过来，其实并没有。这些零零散散因为各种历史原因没被激活或合并的账户，就是我们的隐藏账户。您想想，咱们国家的社保系统真正实现全国联网、信息共享，也就是这几年的事儿。以前那都是各管各的，县里一个系统，市里一个系统，省里又是一个系统，跨省查信息，那比登天还难。您在一个地方交的钱，就像在这个地方的数据库里挖了个坑，把钱埋了进去，然后插了个牌子。但您换了地方，新地方的数据库里看不到这个牌子，您自己可能也忘了这茬。日子久了，风吹日晒，那个牌子倒了，那个坑就慢慢被数据垃圾掩埋了，成了真正的隐藏账户。那么这笔钱如果不领，会怎么样呢？是不是就像张大姐担心的那样，会充公？我跟您说，情况比较复杂，但充公这个词听着吓人，但某种程度上，如果放任不管，最后的结果可能比充公还冤。第一，对于您在某地缴纳的养老保险，如果累计缴费年限不满15年，您又没在那边办理退休手续，这笔钱怎么办？按照现在的规定，您可以申请把个人账户里的钱，也就是您自己交的那部分，一次性取出来。但是，如果您不去申请，这笔钱就会一直趴在那个账户里，虽然也会计算利息，但利息微乎其微，根本跑不赢通货膨胀。等到您人走了，家属如果不知道这笔钱，去办理继承手续的时候没提这事儿，那这笔钱就真的彻底沉淀在系统里了，谁也拿不到了。第二，对于那些早期的一次性养老待遇，比如您以前在某个单位工作，单位给您交了一笔钱，约定退休后一次性发还给您，这种待遇往往有明确的申领期限，有的过期3年、5年就自动失效了。很多单位在改制、倒闭的时候根本没通知到位，或者通知了，您也没当回事，就这么错过了。这就像您早年买了一张中奖的彩票，但塞在旧衣服口袋里忘了，等想起的时候早过了兑奖期了。您看，这是不是比直接充公还冤？钱就在那儿，谁也拿不走，但因为没人通知您，您自己也不知道，它就那么静静地躺在那儿，一年一年的贬值，最后彻底和您没关系。所以，到了咱们这个岁数，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，就是把自己一辈子的社保账好好捋一捋，看看有没有漏掉的、被遗忘的钱。尤其是下面这4类朋友，您听好了，您有隐藏账户的可能性比别人大得多，一定要特别留心。第一类就是像张大姐这样有过单位人变成社会人经历的朋友，
什么叫做过固定工、合同制工人，后来企业破产、解散、被兼并的？您当年在企业里的那几年、10几年的工龄和缴费记录是实实在在的财富。如果后来您自己接着交社保，那这段工龄能不能算进去？怎么算？如果没衔接好，这里面就可能有一个待确认的隐藏账户，里面可能有单位给您交的，或者您自己当年交的一笔钱。第二类是那些在多个省份、多个城市打过工、交过社保的朋友。咱们中国人讲究落叶归根，很多人最后都回到老家养老了。您以为您回老家领上退休金就万事大吉了？且慢，您得好好查查，交的那些社保都转回老家了吗？都合并到您现在的账户里了吗？以前跨省转移社保非常麻烦，很多人嫌麻烦就没办，或者根本不知道要办。现在虽然网上就能申请转移，但前提是您得知道自己在哪儿交过钱。那些散落在天涯海角的缴费记录，就是一个个沉睡的隐藏账户。根据最新的规定，多地同时参保需要主动提交转移申请，逾期不处理的账户存在被强制清退的风险。第三类是那些户口性质发生过变化的朋友，比如农转非，您以前在农村交的新农保或者城乡居民养老保险，后来户口迁到城里，又开始交城里的职工养老保险。这两套系统以前是完全不通的，虽然现在可以衔接，但需要您主动去办手续。如果您没办，您农村那个账户里的钱虽然也是您的，但您可能早就忘了。特别是有些地方前些年搞社保扩面，鼓励农民一次性补缴养老保险，很多人交了几千块甚至上万块，后来进城了，这点钱就忘了，这其实也是一笔不小的隐藏财富。第四类是家里有长辈已经过世的朋友，您一定要帮忙查一下。很多老人走的时候，家里人只忙着办后事、处理房产，根本没想到去查查老人的社保账户里还有没有余额。特别是那些走得比较突然的老人，他们当年的一次性养老待遇领了吗？他们养老金个人账户里的钱都领完了吗？如果没领完，这部分钱是完全可以由继承人依法继承的，但这需要继承人主动去申请。不去申请，这笔钱就会永远的留在那里，成为无人认领的隐藏账户。您看，这4种情况是不是覆盖了咱们身边好多老朋友？您自己或者您的老伴是不是也属于这其中的一类？如果是，那您今天真是来对了。接下来我说的每一句话，您都得听仔细了。既然这个隐藏账户这么重要，又这么容易被遗忘，那具体该怎么查呢？总不能让我跑到每个待过的城市去问吧？放心，现在是2026年了，科技发达了，咱们不用再跑断腿了。下面我就把目前最方便、最权威的几种查询方法，手把手教给您。第一个也是最权威的方法，就是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的网站，或者下载掌上12333这个官方的手机 APP。这是人社部官方的平台，全国的数据都在那儿汇总。您让家里的孩子帮您操作一下，先用自己的身份证和手机号注册，然后进行人脸识别认证。认证通过后，在首页就能看到您的参保信息。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，叫社保关系转移，还有一个叫异地参保记录查询。您点进去，系统会尝试把您名下在全国各地所有的参保记录都调出来。如果看到哪个地方显示暂停缴费，或者您压根没印象的参保记录，那恭喜您，很可能就找到一个隐藏账户了。第二个方法，对于习惯用手机的朋友来说更简单，就是用微信和支付宝里的电子社保卡小程序。您就在微信里搜电子社保卡，点进去，绑定您的社保卡，然后找到养老保险缴费情况查询，或者个人社保权益单查询这几个选项。点进去之后，您不仅能看到您现在的缴费情况，还能看到历史参保记录。特别是支付宝，它现在还有一个功能，能根据您的缴费记录生成一份养老资产全景图，里面会清晰地列出您所有的参保账户。第三个方法，也是最笨但最保险的方法，就是带上您的身份证和社保卡，去您现在户籍所在地的社保服务大厅，或者是乡镇街道的便民服务中心。现在很多大厅都有自助查询机，把身份证一放，扫个脸就能打印出带红章的参保缴费凭证，上面有您所有的参保信息。如果看到哪个缴费记录您不清楚，当场就问窗口的工作人员，他们是最专业的。我要特别提醒您，查的时候重点要看这几个信息。
第一，个人账户储存额，这个数字就是您个人账户里现在有多少钱。第二，实际缴费年限，看您在每个地方分别缴了多少年。第三，参保状态，看有没有暂停或者终止的账户。只要发现这样的账户，就得赶紧问，这笔钱该怎么办？能不能转到现在的账户里，或者能不能一次性取出来？好了，讲了这么多怎么查，我相信有的朋友已经开始摩拳擦掌，准备去查一查了。但是我必须在这里给您泼一盆冷水，甚至是一个严重的警告，因为接下来要说的这3点比怎么查更重要。这3点是您最容易被忽视、最容易踩进去的雷区。一旦踩中，哪怕您查到了那个账户里有20万，也可能1分钱都拿不到，甚至比拿不到更麻烦。第一个雷区叫做着急忙慌、打草惊蛇。很多朋友一听自己可能还有一笔钱，第2天一早就冲到社保局，张口就说：同志，听说我有个隐藏账户，里面有20万，你快给我查查在哪儿，给我取出来。您想，窗口的工作人员一天要接待多少人？他怎么可能知道您说的隐藏账户是什么？而且隐藏账户这个词本身就不是官方的说法，您这样一问，很容易被当成是听信了谣言的麻烦事主，工作人员可能随便敷衍您2句就过去了。正确的做法是，像我们前面说的那样，先通过官方线上渠道自己摸个底，或者去窗口的时候，就说我想查询一下我在全国的参保缴费记录，拿到详细的记录后，再针对记录中不明白的地方，逐项咨询工作人员。第2个雷区是很多老人最怕遇到的，叫做手续繁琐，半途而废。哪怕您真的查到了在某个地方有一笔陈年旧账，想把这笔钱转到现在的账户里，或者想取出来，确实需要办理一些手续。以前可能需要您本人跑到那个地方去，现在虽然可以通过网上申请转移，但依然需要提交申请、上传资料、等待审核。这个过程对于不熟悉手机操作的老人来说，确实有点麻烦。有的人一看要填这个表、那个表，要上传身份证、户口本，心里就打退堂鼓了。算了算了，几千块钱的事儿，不够折腾的，不要了。您千万别这么想，咱们辛苦一辈子，每1分钱都是血汗钱，该是我们的，1分都不能少。觉得麻烦，可以让子女帮忙，或者求助社区的工作人员。现在很多社区都有专门的社保协管员，可以免费帮老人操作这些业务。第3个雷区，也是最关键、最不能犯的错，叫做忘了认证，钱被暂停。您千辛万苦找回了这笔钱，把它合并到您现在的养老金账户里，或者干脆就是您查到了一个新账户，正准备办手续领钱。这时候有一件最基本但也最重要的事，千万不能忘，那就是您的养老金领取资格认证。根据最新的规定，养老金的生存认证周期已经从1年缩短到了8个月。如果您超过8个月没有进行认证，社保系统就会暂停发放您的养老金，包括您新找回的这笔钱也会被一并暂停。系统会给您预留的手机号发3次提醒短信，如果3次后您还没去认证，钱就真的停发了。虽然之后补上认证，停发的钱会补发，但这一来一回耽误多少时间，操多少心啊！所以，不管您是在查账户，还是在办转移，请务必确认您最近的养老金领取资格认证已经完成了，或者还没过期。听完这3个雷区，您是不是觉得找回这笔钱其实也是个细致活儿？没错，涉及到钱的事儿，咱们就得小心再小心。那么，假设一切顺利，您找到了那个隐藏账户，也办完了手续，这笔钱到底什么时候能到自己口袋里呢？这得看这笔钱是什么性质的。如果您找到的是一个异地养老保险账户，而且您现在已经退休了，那您不能直接把那个账户的钱取出来，而是需要把它转移到您目前领退休金的账户所在地，合并计算。这个转移过程，现在网上办理的话，一般需要15到30个工作日。合并成功后，您下个月的养老金就会变多，因为多了一段缴费年限和账户余额。如果您找到的是一个因为缴费年限不满15年而封存的个人账户，那您可以选择一次性把里面的钱取出来。这种申请通常在您提交后的次月月底前，钱就会打到您绑定的银行卡上。如果您找到的是那种一次性养老待遇，比如单位改制时给您预留的补偿金，那就要看具体的规定了。有的可以马上领，有的需要等到您达到某个年龄，有的可能已经过了申领期限，那就真的没办法了。所以，如果您查到有这么一个账户，也递交了申请，不要着急，钱跑不了，耐心等待就行。最后，我想跟颐养晚年的每一位朋友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。张大姐那笔钱最后成功取出来了，
他拿到钱的那天，非要请我吃饭。他红着眼圈跟我说，以前总觉得自己是个没用的人了，拖累儿女，现在手里突然有了这10多万，心里踏实多了，感觉自己腰杆子都硬气了。咱们这代人苦了一辈子，省了一辈子，总想把最好的都留给儿女，但咱们也得对自己好一点。这找回的隐藏账户里的钱，不是天上掉的馅饼，是咱们年轻时用汗水一点一滴换来的，是国家给咱们晚年生活的保障。它就在那儿，不声不响，等着咱们去认领。2026年了，日子虽然还是紧巴，物价还在涨，但咱们不能让自己的权益也这么静悄悄地溜走。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用，哪怕就一点点用，也请您不要吝啬，点个赞支持一下。最重要的是，赶紧把这个视频分享给您的老伴儿，给您那些同样退休在家，喜欢东想西想的老同事、老战友、老姐妹，他们可能正需要这个信息。咱们一起查一查，互相帮衬着，把属于自己的每一分钱都找回来。我是李素琴，在颐养晚年陪着您，咱们一起把晚年的日子过得明白，过得踏实，过得有底气。还没订阅的朋友，记得点一下订阅，这样下回我再跟您说怎么守住这些钱的时候，您就不会错过了。咱们下期见。